小腹的坠痛感猝不及防涌上来，一阵紧过一阵，我捂着肚子弯下腰，指尖掐进掌心。孕39周6天，这是临产前的宫缩，比我预想的来得更急些。我踉跄着挪到沙发旁坐下，第一时间拨通了陈浩的电话，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慌乱。陈浩，我宫缩了，好像要生了，你赶紧回来。电话那头不是预想的焦急，而是嘈杂的音乐声、嬉笑声，混着陈浩不耐烦的语气。喊什么？我这正跟朋友在外头呢。谈点事，哪能说走就走？谈事比你老婆生孩子还重要。我疼得吸了口冷气，小腹的坠痛让我说话都发颤。我一个人在家，疼得站都快站不住了。你回来陪我去医院，哪怕就陪我一会儿也行。女人生孩子不都这样，矫情什么？陈浩的声音更敷衍了，甚至能听到那边有人喊他喝酒。他应了一声，又对我道，你自己先数数宫缩，10分钟一次，再给我打电话，实在扛不住就找我妈。找你妈，我心口一凉。王桃每天泡在排馆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几乎不着家。我孕期，她从没主动照顾过我。一天她在打牌，能管我吗？你就不能回来？管不了也得管，她是我妈，你是她儿媳，她不管你管谁？陈浩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，别总揪着这点事，烦，我挂了。忙音突兀的响起，刺得我耳膜发疼。我看着按下去的手机屏幕，眼泪瞬间涌上来。小腹的宫缩还在继续，疼得我额头冒冷汗。玄关的柜子上，待产的产妇、卫生巾和一次性内裤早就见了底，这是住院必须用的东西。陈浩指望不上，王桃更是靠不住。我咬咬牙，撑着墙慢慢站起来，宫缩还没到密不可摧的地步。15分钟一次，小区楼下就是便利店，我自己下楼买，总比在家干等强。我扶着楼梯扶手，一步一步挪下楼，冷风一吹，小腹的疼稍缓了些。便利店的老板见我捂着肚子，连忙迎过来，小美，你这都快生了，怎么一个人下来了？你老公呢？他忙，我勉强扯出个笑，扶着柜台报了要买的东西，输2包产妇夜用卫生巾1包，一次性纯棉内裤。谢谢老板麻利的拿好东西，一边扫码一边打趣，孕妈手气都旺。斜对面彩票站刚出了公告，今天开大奖，要不随手买1张，给宝宝沾沾好彩头。我本没心思，可想着老板也是好心，又确实是碰运气，便点了头。行书随机选号，1张就好。老板笑着打印出彩票递给我，我随手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。付了钱，拎着待产用品慢慢往回走。到家时，宫缩已经缩到12-3分钟一次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又一次拨通陈浩的电话，响了10几声，无人接听，再拨，依旧是忙音。委屈和心寒堵在胸口，我随手划开手机，刷朋友圈，想转移注意力。闺蜜的一条动态赫然跳出来，今日彩票头奖出炉，62亿，这运气直接一步登天了。后面还附了开奖号码的截图，我愣了愣，鬼使神差的摸出外套口袋里的那张彩票，点开截图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核对，指尖因为紧张开始发抖，0512、1823、29，特别号07，彩票上的号码和开奖号码竟然一个不差。我捏着彩票的手指用力倒发，白手机啪嗒一声滑落在沙发上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嗡嗡的，连宫缩的疼都暂时被冲淡了。
62亿，我随手买的一张彩票，中了62亿的头奖。我猛地抓起手机，又一次拨通陈浩的电话，想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。哪怕他刚才对我那般冷漠，可他是孩子的爸爸，是我嫁的人。可电话依旧无人接听，一遍两遍三遍，始终是冰冷的忙音。小腹的宫缩再次剧烈袭来，我疼得蜷缩在沙发上，手里却死死攥着那张彩票，眼泪混着激动、委屈、心寒一起掉下来。我曾以为嫁给他生个孩子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就好，可此刻他的冷漠像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62亿这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让我突然清醒过来，我不用再指望他，不用再看王桃的脸色，我有足够的钱让自己和孩子过得很好很好。我擦干眼泪，捂着肚子慢慢坐起来，眼神一点点变得坚定，摸了摸肚子，轻声说，宝宝别怕，妈妈陪着你，咱们有钱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求着任何人了。宫缩1分钟比1分钟密，疼得我后背贴满冷汗。我攥着彩票，靠在沙发上，拇指机械地按着陈浩的号码，一遍又一遍，从无人接听到直接被挂断，最后干脆提示手机已关机。那串冰冷的电子音像一根针，戳破了我最后一点幻想。他根本不是在谈事，他是刻意不想接我电话。我疼得蜷起身子，手忙脚乱，翻出闺蜜林夕的号码。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家在本地，离我家不远，此刻也只有她能搭把手。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起，林夕的大嗓门带着焦急，思美，你怎么样了？陈浩呢？怎么听你声音不对？西西，我宫缩厉害，陈浩电话关机，我好像要生了。我疼得说不出完整的话，每一个字都扯着小腹的疼。你能不能过来送我去医院？陈浩那个混蛋呢？林夕的声音瞬间拔高，满是气愤。他不是说陪你待产吗？我这就过去。你撑住队了，我刚在城郊温汤谷温泉度假村这边跟我老公吃饭，好像看到陈浩了，我还以为看错了，刚想拍照片给你确认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疼意都仿佛被压下去一瞬。你说什么？温汤谷？你确定是他？我还能看错你老公？林夕的语气带着笃定。紧接着一张照片发了过来，你自己看，刚拍的，他搂着个年轻女的，俩人正往温泉馆走呢，笑得那叫一个开心，哪有半点要当爹的样子。我颤抖着点开照片，屏幕上的画面像一盆冰水，从头浇到脚。照片里的陈浩穿着他早上出门时的那件黑色外套，胳膊紧紧搂着一个染着奶茶色长发的年轻女人。女人靠在他怀里，手挽着他的腰，俩人站在温汤谷的招牌下，背景是温泉度假村的绿植和喷泉。画面亲密的字幕，林夕还附了定位，清清楚楚显示着城郊温汤谷离我家不过40分钟车程。他说的谈事，原来就是陪别的女人泡温泉。我盯着照片里陈浩的笑脸，那是我怀孕后从未见过的温柔。再想起他刚才对我不耐烦的呵斥，想起我临产在即，独自在家疼得打滚，他却在陪别的女人潇洒。心口的疼比宫缩更甚，疼得我喘不过气。那女的我看着面生，估计是他藏的小三。林夕的声音带着心疼，思美，你别气，别动了胎气，我跟我老公现在就开车过去，先送你去医院。陈浩那边我去骂他。别去了，我哑着嗓子开口，手指死死抠着沙发扶手，指甲嵌进肉里。没用的，
他要是想回来，早就回来了。我挂了林夕的电话，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发酸，才随手删掉。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拨通了婆婆王桃的电话。她是陈浩的妈，就算不疼，我总该在乎自己的孙子吧。电话响了半天，王桃才接，那边传来哗啦啦的洗牌声，还有牌友的喊牌声。他的语气比陈浩还不耐烦，喂，夏思美，你又怎么了？我正打牌呢，赢钱的局，别耽误我事。妈，我要生了，宫缩厉害，陈浩在温汤谷陪别的女人泡温泉。电话关机，你能不能过来送我去医院？我压着心里的火气，一字一句说，啥泡温泉？你别胡说八道。王桃的声音带着不屑，根本不信，陈浩那是去谈正事了，你就是想找事，看不得他好是吧？生孩子就生孩子，叫你妈来不就行了？我这牌局正关键走不开，别烦我了。可我妈远在老家，赶过来要3个小时，我急得提高声音，宫缩又一次袭来，疼得我眼前发黑，我现在一个人在家，快撑不住了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王桃的语气冷得像冰。你嫁进我们陈家，生孩子就是你该做的，自己想办法，我打牌呢。挂了王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我没有掉眼泪，心里的那点温情和期待彻底被碾得粉碎。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看着手里攥得发皱的彩票，突然笑了，笑得喉咙发紧，宫缩已经缩到3分钟一次，疼得我站都站不住。我知道不能再等了，再等孩子可能会有危险。我扶着墙挪到玄关，拿起手机拨通了120，清晰地报出了地址。挂了电话后，靠在门上摸了摸肚子，轻声说，宝宝，妈妈带你去医院，咱们不靠任何人，咱们自己也能行。挂了电话没几分钟，林夕和她老公就赶来了。一进门看到我疼得脸色惨白，林夕当场就红了眼，一边扶着我，一边骂陈浩这个天杀的，等他回来，我非撕了他不可。我摇了摇头，靠在林夕身上，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救护车灯光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这个家我不奉陪了。救护车的鸣笛声在楼道里炸开时，我已经疼得几乎失去了力气。林夕和她老公一左一右扶着我，冰凉的担架碰到皮肤的瞬间，我攥着彩票的手又紧了紧。这张纸是我和孩子往后所有的底气。到医院后，医生快速检查完，说宫口已经开了2指，必须立刻住院待产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那边的洗牌声和笑骂声比之前更响。王桃的声音带着烦躁，又打电话干什么？我说了我在打牌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妈，我在市妇幼保健院，宫口开了2指，医生说随时可能生。我咬着牙，压着喉咙里的哽咽。陈浩联系不上，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好歹留个人在医院照应。市妇幼那离我牌馆远着呢，不去。王桃想都没想就拒绝，语气里满是不在乎。不就开了2指吗？早着呢，女人生孩子哪有那么快？等生了再给我打电话就行。可我一个人在这里疼得厉害，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。我急得提高了声音，护工在一旁轻轻拍着我的背，眼神里满是同情。没人照应，不会叫你妈来。王桃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理所当然的刻薄。你妈生你的时候不也一个人，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金贵？再说了，我这牌局正顺，今天赢了快2000了，走了岂不是前功尽弃？你自己忍忍，别净给我添乱。
我妈在老家，赶过来要3个多小时，她就算现在出发，也赶不上啊。我看着病房里来来往往的人，别人待产都有一家人围着，只有我孤孤单单，心里的寒比宫缩的疼更刺骨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王桃说完，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还有别总说陈浩联系不上，他那是忙正事，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，你别总疑神疑鬼的，安分点生孩子就行。这时电话那头隐约传来陈选朝的声音，似乎是想劝一句，要不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看？你赶走试试。王桃的一声呵斥传来，紧接着就是陈选朝唯唯诺诺的陈默然。后电话被粗暴的挂断，再打过去直接被拉黑了。听着听筒里的忙音，我缓缓放下手机，突然笑了，笑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进头发里。我终于彻底死心了，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这个挺着大肚子待产的儿媳连一场牌局都比不上，陈家的骨肉也不过是他们眼里可有可无的东西。林夕办完事回来，看到我红着眼睛，瞬间就火了。是不是王桃？那老太婆又说什么难听的了？这家人也太不是东西了。思美，你别跟他们置气，不值得。我摇了摇头。钱不是问题，林夕很快反应过来，点了点头行。我这就办，你放心，肯定给你找最好的。他拿着手机出去联系，没一会儿就回来告诉我，月嫂和护工最快半小时到，月子中心也留好了，最好的套房，随时可以入住。我松了口气，又拨通了妈妈的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妈妈的声音就带着担心。我忍着疼跟她说了情况，让她不用急着赶来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有足够的钱，给孩子最好的生活，给自己最体面的退路。至于陈浩和陈家他们，既然如此冷漠，那从今往后，我和孩子的世界里便再也没有他们的位置。我靠在枕头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眼神一点点变得冰冷。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夜越深宫缩越密，宫口开到5指时，我疼得几乎咬碎牙。月嫂一直守在旁边帮我调整呼吸，护工定时喂水擦汗。这阵仗比陈浩和婆家加起来都上心。凌晨4点多，陈浩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，那边的声音带着惺忪的睡意，丝毫没有半分愧疚，反倒理直气壮。思美，你怎么样了？昨晚谈事谈太晚，喝多了，手机没电，关机了。刚充上电，看到你一堆电话，我听着他拙劣的借口，心里只觉得可笑，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。是妇幼保健院，宫口开5指，医生说今天大概率生。他顿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情况这么急，敷衍道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跟我妈他们说一声，一会儿过去。挂电话前甚至没问一句我疼不疼，需不需要什么。挂了电话，我闭着眼靠在枕头上，月嫂轻声说，姐，你老公这心也太大了，哪有媳妇快生了还这么不上心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没说话。他何止是不上心，他的心思从来就没在我和孩子身上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到病房外传来王桃大嗓门的声音，隔着老远都能听清，显然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陈浩那点工资哪够花，那是自然。王桃笑得得意，等生了大胖小子，我就让他把工作辞了，专心在家带孩子。陈浩在外头挣钱，家里的钱还得归我管，省得他手里有钱就乱花。他们边走边说，丝毫没避着人。
病房里的月嫂和护工对视一眼，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我攥着被子的手紧了紧，心里的寒意更甚。他们从头到尾关心的，从来不是我能不能平安生产，而是孩子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，能不能拿捏住我。没一会儿，病房门被推开，陈浩走在最前面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是我的味道，是那个女人的。他身后跟着王桃和陈选潮，王桃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斤便宜的苹果和一兜鸡蛋。陈选潮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保温桶，说是熬了小米粥，一看就是随便糊弄的姑姐。陈婷跟在最后，空着手，脸上却堆着假笑，一看就是来蹭好处的。陈浩走到床边，假模假样的拉着我的手，语气敷衍思美，辛苦你了，我来晚了。他的手刚碰到我就下意识的躲开，那股香水味让我胃里一阵翻涌。王桃把塑料袋往床头柜上一放，也不管我疼不疼，直接凑到肚子边看，嘴里念叨着，肯定是个大胖小子，我们陈家终于有后了。说完，他转头看向我，颐指气使道思美，等生了孩子，可得好好补补。不过也别太娇气，女人坐月子哪有那么多讲究？我当年生陈浩，第3天就下地干活了。陈婷也凑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弟妹，恭喜呀，等孩子生了，可得给大侄子包个大红包。对了，我家孩子今年要报补习班，学费有点贵，你看你这边方便，能不能先帮衬点？”都是一家人，别见外。王桃立刻附和婷说的对，都是一家人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还有我跟你爸结婚这么多年，连个金镯子都没有，等孩子生了，你给我买个重的，也算给孩子讨个彩头。陈选潮也讷讷的开口，那个，我那老摩托车骑了好几年了，总出毛病，等孩子生了，能不能换个新的？不用太贵，几万块就行。陈浩也跟着开口，脸不红心不跳，老婆，我那车也该换了，以后带孩子出门开个好点的车也有面子。你看他们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把病房当成了讨价还价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盘算着从我这里捞点什么，仿佛我是他们的摇钱树，生了孩子就该被他们予取予求。没有一个人问我疼不疼，没有一个人关心我要不要紧，甚至连看都没看我苍白的脸一眼。我靠在枕头上，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看着王桃满脸的贪婪，陈选潮的懦弱算计，陈婷的精明刻薄，还有陈浩的理直气壮。他们都以为我还是那个没脾气没底气，靠着陈浩过日子的夏思美，以为生了孩子我就会被他们绑在陈家，任他们拿捏。他们不知道我手里握着62亿的大奖，不知道我早已看清了陈浩的出轨嘴脸，更不知道他们的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。月嫂识趣地退到一边，护工也站在角落，病房里的气氛渐渐冷了下来。王桃见我不说话，皱着眉刚想发作，医生就走了进来，说宫口已经开到7指，准备进产房。王桃立刻喜笑颜开，拉着陈浩的手说，快跟进去，等着抱大胖小子。陈婷和陈选潮也跟着欢呼，一个个脸上满是期待，仿佛马上就能拿到想要的好处。他们浩浩荡荡地跟着医生往产房走，满心欢喜地以为等待他们的是陈家的大胖小子，还有唾手可得的利益，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一场让他们措手不及的反转。产房的门被推开，
医生示意家属在门外等候。可王桃哪里按捺得住，拉着陈浩就往里面挤，嘴里还嚷嚷着我是孩子奶奶，我得进去看着，万一要是个大胖小子，我得第一时间报。陈婷和陈选朝也跟着起哄，不顾护士的阻拦，硬生生挤进了产房。可他们刚迈进产房一步，脸上的笑容就瞬间僵住，一个个像被施了定身咒，站在原地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，连呼吸都忘了。产房里没有他们预想的慌乱，也没有我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只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我躺在产床上，脸色虽然依旧苍白，却没有丝毫慌乱。月嫂守在我身边，轻轻帮我擦着额头的汗，低声安抚着我。另一名护工则在一旁整理着待产用品，动作麻利又轻柔。产房角落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位穿着职业装的女人，手里拿着文件，正是我提前联系好的离婚律师。这阵仗彻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。王桃下意识地皱起眉，语气里满是疑惑和不满。夏思美，你搞什么名堂？生个孩子还请这么多人，浪费钱不是？还有这个女的是谁？我没看她目光落在陈浩身上，她看到律师的那一刻，脸色瞬间惨白，眼神躲闪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嘴里喃喃道：思美，你找律师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扯了扯嘴角，声音冷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却带着刺骨的寒意。陈浩，你觉得我找律师能干什么？说着，我抬了抬下巴，示意月嫂把我的手机拿过来。月嫂立刻递上手机，我点开相册，调出林夕拍的那张照片，又点开陈浩和苏晴的聊天记录里，面全是两人暧昧露骨的对话，还有他们规划着等我生完孩子就偷偷转移我们婚后的那点微薄财产，带着苏晴去外地潇洒的聊天记录，每一条都刺目得很。我把手机递到他们面前，冷冷地说，你们自己看。这就是陈浩说的谈正事，这就是他在我临产在即，躲在温泉度假村做的好事。陈浩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如纸，慌忙伸手想去抢手机，语气慌乱的辩解，思美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，那照片是误会，聊天记录也是他故意挑拨的误会。我冷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，普通朋友会搂着腰逛温泉度假村，普通朋友会说等夏思美生完孩子我们就远走高飞。陈浩，你骗谁呢？骗我这个傻子，还是骗你自己？王桃见状也慌了神，可他还是强装镇定，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，语气瞬间软了下来，带着讨好，思美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陈浩年轻不懂事，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别闹，离婚多不吉利啊。原谅他。我用力抽回自己的手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。我临产在即，疼得死去活来，给他打电话不接，关机逃避，陪着别的女人潇洒，你让我原谅他。我给你打电话求助，你说你要打牌，让我找我妈，说生孩子是我该做的，现在你让我原谅他，王桃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陈选朝也凑了过来，讷讷地开口，思美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不该对你冷漠，不该只顾着自己，你就再给陈浩一次机会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孩子有没有爸爸我说了算。我语气坚定，目光扫过他们每一个人，从今天起我和陈浩离婚，孩子是我一个人生的，跟陈家没有半点关系，你们别想碰他，更别想从他身上捞到任何好处。
陈婷这才反应过来，脸上的假笑彻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不甘和慌乱。她上前一步，急声道：萨斯美，你别太过分，孩子是陈家的根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们碰？还有你嫁给陈浩这么多年，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现在想离婚就离婚，你得给我们补偿补偿。我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我嫁给陈浩，孕期没人管，临产没人陪，你们除了算计我，还做过什么？我吃你们的，用你们的了。这么多年，陈浩的工资勉强够他自己花，家里的开销哪一样不是我婚前的积蓄？你们还好意思跟我要补偿？说着，我看向身边的律师，轻声道：李律师，麻烦你了，把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协议拿出来吧。李律师点了点头，站起身，把2份文件递到陈浩面前，语气专业而冷静。陈先生，夏女士已经委托我处理你们的离婚事宜。协议上写得很清楚，婚后共同财产，无大额财产归各自所有，孩子的抚养权归夏女士所有，陈先生无需支付抚养费，但也无权探视孩子，从此断绝一切关系。签字后，协议即刻生效。陈浩看着那份离婚协议，手不停地发抖，既不敢签字，又不敢反驳，眼神里满是慌乱和不甘。思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跟苏晴断绝关系，我好好照顾你和孩子，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行不行王？陶也跟着求情，语气卑微。思美，妈知道错了，妈以后不打牌了，妈好好照顾你坐月子，好好带孩子，你别离婚，别让孩子没有爸爸，行不行？陈婷和陈选朝也在一旁附和着求情，往日的嚣张和算计，此刻全都变成了慌乱和不甘。他们看着我身边的月嫂、护工，还有一脸严肃的律师，终于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可以任由他们拿捏的软柿子了。可我心意已决，看着他们卑微的模样，心里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无尽的释然。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你的照顾，也不需要孩子有你这样的爸爸，更不需要你们这样冷漠势利的家人。陈浩要么签字，要么咱们法庭见，到时候我不仅要离婚，还要把你出轨的事情告诉你公司的所有人，让大家都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。陈浩的脸色彻底垮了，他知道我说到做到，若是闹到法庭，他不仅会身败名裂，还会一无所有。他颤抖着拿起笔，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字迹潦草的不成样子。签完字，我让律师收好协议，然后冷冷地看向陈家4口，协议已经签了，从现在起我们两清了，你们请出去，不要再在这里打扰我生产。王桃还想说什么，却被陈浩拉住了，他摇了摇头，脸上满是绝望和不甘。拉着王桃，陈选朝和陈挺灰溜溜地走出了产房。走到门口时，王桃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眼神里满是贪婪和不甘，却终究没敢再说话。产房的门被关上，隔绝了他们的气息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这一次，不是委屈，不是心寒，而是释然和解脱。月嫂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柔声安慰姐，别难过，都过去了，以后你和孩子都会好好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摸了摸肚子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都会好好的，宝宝，咱们一起加油。以后妈妈只疼你一个人，给你最好的生活。